各位同修，各位有缘看到这篇文案，听到这段声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：你觉得活着苦吗？如果你此刻正背着沉重的房贷车贷，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催款的账单，压得你喘不过气；如果你正经历着疾病的折磨，在医院冰冷的长廊里拿着确诊报告单暗自流泪，敢告诉家人；如果你正遭遇婚姻的背叛，在深夜里看着熟睡的孩子把枕头哭湿，却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；如果你在职场里受尽委屈，被上司无理打压，被同事恶意排挤，却为了税银几两，为了保住饭碗而不敢辞职，你一定会说太苦了。你甚至会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下辈子就算做猫做狗，做一棵树，一根草，甚至做一块没有知觉的石头，我也不想再做人了。但是佛陀却告诉我们一个反常识的真相。他说人生难得，人道极其珍贵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在心里犯嘀咕？法师，你是不是在给我灌鸡汤？你是不是在歪曲佛法，故意美化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？我都苦成这样了，每天都在泥潭里挣扎，你还跟我说做人珍贵，这到底是哪门子的道理？别急，你的疑惑，你的委屈，你的不甘，你的愤怒，在2500多年前，佛陀的大弟子迦叶尊者早就替我们问过了。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那个初夏的早晨，古印度的竹林精舍里，鸟语花香，微风拂过，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斑驳的光影，佛陀端坐在蒲团上，威仪庄严，慈悲的目光环视着大众，正为弟子们开示法义。坐在前排的迦叶尊者实在忍不住，他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袈裟，恭敬地向佛陀顶礼，抛出了那个困扰他许久，也困扰着后世无数众生的问题。他说：世尊，弟子心中有一个困惑，一直未能解开。世间的生命似乎注定要经历无尽的痛苦。世尊，您却常在经教中说，人生难得，人道珍贵。究竟人道的珍贵到底体现在哪里？迦叶尊者不仅问了，他还列举了他在托钵乞食时，在集市和街道上看到的真实惨状。他说：我看到人道的苦简直无处不在，这到底珍贵在哪？佛陀听完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目光深邃，静静地注视着迦叶，那目光仿佛穿透了时空的迷雾，注视着2500年后正拿着手机，满心疲惫，满眼迷茫的你。良久，佛陀开口了，声音温和，却带着一种无法忽视的坚定与穿透力。佛陀说：迦叶，人道虽苦，但它拥有3种独特的条件，这3种条件是其他5道众生做梦都得不到的。你今天所看到的种种苦痛，正是人道之珍贵所在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佛陀的这番话，揭开人生难得背后那个被99%的修行人误解甚至遗忘的终极真相。听懂了今天这期内容，你不仅会彻底放下对生活的抱怨，更会找到这辈子唯一能逆天改命、超越生死的出路。我们先来看看迦叶尊者到底看到了什么，让他对人道珍贵产生了如此大的怀疑。迦叶说，他看到集市里的商人虽然家财万贯，却因为一时的生意亏损，急得满头大汗，焦虑不安，甚至想要寻短见财富，带不来真正的安宁。他还看到在一个华丽的府邸里，一位穿着绫罗绸缎的贵妇正和丈夫大声争执。原来丈夫出轨了，
贵妇的表面光鲜亮丽，内心却早已千疮百孔，充满了愤怒与绝望。华丽的衣服掩盖不了她内心的裂痕。她又看到街道上那些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的乞丐，在寒风中伸出手乞讨，却换来路人的白眼和嘲笑，忍受着饥寒交迫。各位同修，迦叶看到的，不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缩影吗？那个商人，就是今天在公司里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濒临破产的老板，是看着 K 线图暴跌而心脏骤停的股民。那个贵妇，就是今天住着大平层，开着豪车，却在深夜里因为伴侣冷暴力而痛哭的富太太，是表面上岁月静好，背地里却重度抑郁的都市丽人。那个乞丐，就是今天为了几两碎银，在烈日下送外卖，在流水线上熬夜班，在风雨中奔波的底层打工人。人道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用大白话来说，人道根本不是什么度假村，而是一个巨大的苦修营。佛经里讲，人生有8苦生：老、病、死，这是生理上的苦；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，这是心理上的苦。我们仔细来品味一下这8苦。生苦，我们在母胎中如处牢狱，出生时如剥皮抽筋，只是我们忘了劳苦白发齿摇，眼花耳聋，曾经健步如飞，如今却连上个楼梯都气喘吁吁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满是无奈、病苦。去医院看看 ICU 门外的家属，病床上的呻吟，那种身体不受控制的折磨，谁能替代死苦？4大分离，如生龟脱壳，面对未知的恐惧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爱别离苦。你最爱的人，偏偏要面临生离死别，火车站的送别，阴阳两隔的痛哭，这种撕裂感，痛彻心扉，怨憎会苦。你不想见的人，天天在你眼前晃，恶毒的婆婆，刁钻的客户，打压你的上司，你躲都躲不掉。求得苦，你求财，财偏不到手；你求爱，爱偏偏背叛你。考公落榜，买房烂尾，升职无望，想要的永远在骚动，却永远得不到五阴炽盛苦。这是前7苦的总结，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肉身和意识，像一把火一样，日夜煎熬着我们，让我们深夜失眠，无名焦虑，精神内耗。这就是人道的底色。但是请大家注意，佛陀点出的核心痛点，并不是让我们去沉溺于痛苦，更不是让我们去抱怨。佛陀是在告诉我们，物质上的极度匮乏或极度享受，都会掩盖生命的真相。而人道这种苦乐参半的撕裂感，正是觉醒的催化剂。在梵文里，人被称为摩奴沙，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意念、思考、觉察。也就是说，人道的本质特征就是拥有思考和觉察的能力。人道的本质是一张越狱通行证，它的珍贵不在于让你来享福，而在于它给了你一张看清轮回真相，并且能够逃离轮回的底牌。如果你把人道当成享福的地方，那你注定会失望，因为这里本质是苦。但如果你把人道当成修行的道场，那这里就是全宇宙最顶级的进修班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来看看其他5道众生的状态，你就明白了。天道众生福报太大了，每天享受天乐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寿命极长，但是
太舒服了，谁还会想去修行呢？就像把你放在一个极度舒适的温泉里，你只想躺着，根本不想站起来去爬山，等天福享尽。天人五衰现前，衣服垢秽，头上华尾，腋下汗流，身体臭秽，不乐本座，那种从云端跌落的恐惧和痛苦，比地狱还要难受，照样要堕落轮回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道众生，又太苦了。地狱里每天被刀山火海折磨，万死万生；恶鬼每天被饥渴焚烧，喉咙如针，见水化火；畜生每天面临被吞噬的恐惧，弱肉强食，愚痴无知。他们连活下去都拼尽全力，哪里还有心思去思考解脱？阿修罗道众生福报很大，但嗔恨心极重，每天除了嫉妒就是打仗，心性完全被愤怒扭曲，根本无法静下心听闻佛法。只有人道苦乐参半，有苦，所以你知道要寻找出路，你被苦逼出了出离心，有乐，所以你有余力去听闻佛法，你有闲暇去思考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就是人道最不可思议的地方。那么人道凭什么能拿到这张越狱通行证？佛陀对迦叶说，因为人道拥有3大特殊条件，我们一条一条来拆解。第一，人道拥有自我意识，能在痛苦中觉醒。佛陀指着窗外一个正在扫落叶的比丘说，你看他扫的不仅仅是地上的落叶，他是在扫除内心的杂念，在扫地的每一刻，他都能觉察到自己的存在，体验着平和与宁静。用大白话翻译就是，人有反思和觉察的能力，畜生道的猪牛羊，吃饱了就睡，挨打了就跑。他们不会在半夜醒来思考诸生的意义是什么，他们只有本能，没有觉知。但人可以，当你被老板痛骂一顿，当你生了一场大病，躺在病床上，当你看到亲人离世，你突然会停下来想，我每天这么拼命，到底为了什么？这一切有什么意义？我100年之后要去哪里？这种在痛苦中突然愣住，突然反思的瞬间，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。在净土宗里，我们把这种觉醒称为厌离心。没有对人道痛苦的深刻觉察，你就生不起真正的厌离心。没有厌离心，你就不会死心塌地，如就头燃地去念那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正是这种觉察力，让人能够在轮回的巨大惯性中踩一脚刹车，寻找超越的道路。第二，人道拥有因果的力量，能通过修行改变命运。佛陀说，天道众生只消耗福报，不生产福报，他们是在吃老本；三恶道众生只受报，不造新业，他们是在还债。只有在人道，众生可以通过积累善业，转化心灵，改变命运。也就是说，人道是一个命运加工厂，是一个造业与受报的十字路口。你的命不是老天爷注定的，是你自己造出来的。你可以通过布施改变贫穷，通过持戒改变灾祸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可以通过信愿念佛改变生死。这种可塑性是其他5道众生羡慕不来。在净土法门中，这被称为带业往生。你带着满身的业力，带着无始劫以来的贪嗔痴来到人道，但你可以通过念佛把业力转化为往生的资粮人道，就是那个能让你把一手烂牌打出王炸的地方。第三，也是最核心的一点，人道拥有自由选择的力量。佛陀说，面对苦难，你可以选择愤怒抱怨，也可以选择忍耐放下，你可以选择沉沦，也可以选择觉醒，那个扫落叶丘。
选择了在平凡中保持清净。这就是自由选择的伟大。各位同修，这三大条件在净土法门中有着极其震撼的体现。我们来做一个极致的反差对比，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。大家知道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讲的下品下生吗？有一个人一辈子造作忤逆十恶，杀盗淫妄无恶作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，坏事做绝。但他临命终时，地狱的猛火已经烧到脚底了，恶鬼已经拿着铁叉来抓他了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遇到了善知识，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他因为极度的痛苦和恐惧，升起了极其猛烈的求救之心，连着念了10句佛号。就这10句佛号，阿弥陀佛立刻拿着金莲花来接引他，他当下往生极乐世界，永不退转。反过来，我们再看很多世间的大善人，一辈子修桥补路，乐善好施，做了无数的善事，受人敬仰。但是他不信净土法门，他不求往生，他觉得靠自己修福报，下辈子还能当大官，发大财，继续享受人生。结果呢，他死后确实升天了，或者下辈子成了亿万富翁。可是当了富翁之后，他开始杀生吃喝，花天酒地，造作恶业，甚至用财富去欺压百姓。第三是直接堕入畜生道、地狱道，万劫不复。为什么重罪凡夫能往生，而行善大德却受困轮回？核心就在于心念的纯粹度和对人生价值的认知。那个忤逆十恶的人，在临终的极度痛苦中，彻底看透了人道的苦。他彻底放下了自我，放下了对娑婆世界的一切贪恋，把全部的生命交托给了阿弥陀佛。他利用了人道的苦和自由选择，完成了终极的跳跃。而那个大善人把人道当成了享福终点，他用宝贵的人生去换取了有漏的人天福报。他把用来出离的越狱通行证换成了一张游乐园的门票，最终门票到期，福报享尽，依然堕落。这就是人道最残酷也最慈悲的真相。人生是用来出离的，不是用来享受的。讲到这里，很多同修可能会感到焦虑，甚至害怕。法师，我既没有那个屠夫临终10念的功夫，我也做不到像大善人那样修那么多福报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，每天还要上班带娃，烦恼重得很，妄念多得很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别怕，历代祖师大德早就看透了我们的根基，给我们做足了心理按摩。净土终极大成者善导大师有一段极其著名的2种生性，原文是：一者决定生性，自身现是罪恶生死凡夫，旷劫以来常没常流转，无有出离之缘。二者决定生性，彼阿弥陀佛48愿，摄受众生，无疑无虑，成彼愿力，定得往生。简单用大白话翻译就是：第一，你要彻底认清自己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你就是个业障深重的凡夫，靠自己修，生生世世都在轮回里打转，根本没本事出去。不要再去装圣人了，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。第二，你要死死相信阿弥陀佛发下48大愿，就是为了救你这种没本事的人。只要你信愿念佛，坐上佛的大愿船，绝对能往生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善导大师是在告诉你，不要因为你苦，你烦恼多，你业障重而自卑，恰恰是因为你苦，你才需要阿弥陀佛
如果你在天道天天享福，你根本不想念佛，正是人道的苦把你逼到了阿弥陀佛的怀抱里。你的苦就是你往生最大的逆增上缘，接纳自己的凡夫本位，完全托付给佛力。这就是净土宗的底层逻辑。近代净土宗第13代祖师印光大师也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开示，他说要将一个死字挂在额头上，很多不了解佛法的人觉得这话太悲观了，太晦气了。其实这是极致的清醒。印祖是在告诉我们，人生的珍贵就在于它的无常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所以你才必须抓住当下，死心塌地念佛，把死字挂在额头上，不是让你去寻死，而是让你向死而生。当你连死都不怕了，当你每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活，世间的那些房贷、车贷、人际关系的烦恼还算个什么呢？你的格局瞬间就打开了。明代净土宗九祖非义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中更是定下铁案，他说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。大白话就是能不能去极乐世界，看你功夫多深，看你烦恼断没断，不看你有没有神通，只看你有没有真信切愿。只要你真信阿弥陀佛能救你，真切的愿意去极乐世界，哪怕你念佛时妄念纷飞，哪怕你一辈子都是个普通的凡夫，你也绝对能往生。祖师们的开示像不像一双温暖的大手，抚平了我们内心的焦虑？佛的慈悲不在于要求你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，而在于接纳你千疮百孔的现在，并给你一个绝对光明的未来。养信佛力是我们凡夫在人道最聪明的选择。但是各位同修，我们在修行中常常容易陷入一个巨大的误区，那就是把修人天福报当成了就近解脱。很多人来佛门求的是升官发财，求的是孩子考上名校，求的是全家身体健康，求的是婚姻美满，这些好不好？当然好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但这只是在人道里打转，这叫有希望，或者说这叫包裹着糖衣的毒药。为什么说是毒药？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古代公案。宋代有一位著名的禅师叫草堂清禅师，他修行非常精进，戒律严明，禅定功夫极深，在当时的佛教界威望极高。但是他没有发愿求生净土，他只是想靠自己的修行，在来生继续做大修行人，或者享受人天福报。结果呢，他圆寂后，因为福报太大，转世投胎到了曾家，成了宋代的宰相真鲁公。真鲁公虽然富贵至极，权倾朝野，但他前世修行的慧根已经迷失了。他每天在官场的名利场中打滚，为了权力斗争，造下了无数的善恶业。到了第三世，他转世成了一个极其贪恋女色、杀业极重的人，最终堕落恶道，受苦无量。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三世愿。第一世，苦修积福；第二世，大富大贵，但因富贵而造业；第三世，福报享尽，堕入三恶道。大家想想，这有多可怕？你用人道这个无比珍贵的修行机会，去换取了第二世的荣华富贵，然后用这荣华富贵买了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再看看近代那些在乡下念佛的老太太，他们可能一辈子
没享过什么福，没读过书，甚至被人嘲笑愚痴。但他们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求人天福报，只求往生极乐。临命终时欲知实质，沐浴更衣，在佛号声中安详往生，异香满室。他们才是真正把人生用到了极致的人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者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厘清这个误区，人道的苦是为了让你厌离，人道的乐是为了让你感恩，但无论苦乐，最终的指向都必须是那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千万不要用人生去换人天福报，那是对人生最大的浪费，是买管珠。那么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通人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不辜负这宝贵的人生呢？我给大家3条具体可执行的日常对治方法。第一条，落实晨朝十念法。很多上班族说，法师，我每天加班到深夜，通勤2个小时，回家还要辅导孩子作业，真的没时间念佛怎么办？宋代慈云忏祖早就为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人量身定制了十念法。每天早晨起床，洗漱完毕后，面向西方，合掌深吸一口气，在呼气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口气能念几句就念几句，不要勉强，不要憋气，气尽了再吸一口气，再念，这样连念10口气，大约只需要3到5分钟。这10口气代表了你一天中最亲近、最虔诚的时刻。不要小看这3分钟，只要你每天坚持，雷打不动，这就是在阿弥陀佛的功德簿上每天打卡签到。佛菩萨绝对会护念你，你的身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。第2条，修习转念法，借苦发愿。我们在生活中一定会遇到逆境，被领导骂了，被客户刁难了，生病难受了，投资失败了。普通人会抱怨，会愤怒，会内耗，会抑郁，但修行人要懂得转念。当你痛苦的时候，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，娑婆世界真的太苦了，连这点小事都让我这么难受，我一刻也不想待了。阿弥陀佛，求您早日接引我回极乐世界。你看，把每一次痛苦都转化为厌离娑婆、心求极乐的燃料，你的烦恼就变成了菩提，你的苦难就变成了往生的资粮。这就是人道苦乐参半的最大妙用。苦是来教醒你的，不是来折磨你。第3条，亲近善知识，远离附佛外道。现代社会信息爆炸，魔强法弱，很多人打着佛法的旗号，搞个人崇拜，搞神通感应，甚至骗财骗色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净土法门是平实、老实、踏实的法门。凡是告诉你念佛能马上发大财、包治百病的，远离它；凡是告诉你它有特异功能，能帮你开天眼、消业障的，远离它；凡是让你交钱买功德、买牌位的，远离它。真正的善知识只会教导你老实念佛，莫换题目，多读净土5经一论，多看印光大师文钞、善导大师的著作，把心安住在经典的教理上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你的修行之路才不会走偏。各位同修，文章的最后，我想纠正一个终极的误区。很多人以为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去那里享清福的，觉得那里没有房贷，没有生病，每天听听鸟叫，看看莲花，泡泡8功德水，多舒服啊，终于解脱了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你把极乐世界看扁了，也把阿弥陀佛看扁了。
往生极乐不是享福的终点，而是成佛的起点。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是为了让我们在那里快速成佛，不再退转。成佛之后呢？成佛之后，我们要倒驾慈航，回到这个充满苦难的娑婆世界，来救度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、亲人和冤亲债主。到那时，你再回到人道，你不再是那个被房贷压垮的打工人，不再是那个在深夜痛哭的失意者，不再是那个在轮回中身不由己的凡夫。你是成愿再来的菩萨，你拥有一切的神通和智慧，你可以用你的力量去真正帮助那些还在苦海中挣扎的众生，去圆满你的菩提大愿。这才是人生难得的终极意义，这才是阿弥陀佛48大愿的最终期盼。风吹过竹林，树叶沙沙作响。2500年前，佛陀对迦叶尊者的开示，仿佛还在耳边回荡。人道只是一个中转站，若不能在此觉醒，就永远无法超越轮回的枷锁。今天，这趟通往觉醒的列车已经停在了你的面前，车票就是那句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准备好上车了吗？感恩一切，愿您法喜充满，修行无碍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